Hello， 大家好，我是布。首先，热烈欢迎大家登上我们的这个宇宙飞船。那么，请拿好你手上的画笔，系好安全带，我们准备起航啦。好，在我们正式的这个开始这个系统课程之前呢，我这里想要给大家特别的先录制一个课前的这个预前课啊，也算是一个预习课啊，好不好？那么主要有这几个内容，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么这个视频的这个主要内容呢是主要是介绍我们课程中即将使用的一套笔刷也是最新的这个整理的一套笔刷，那么以及就是我们课前预习、课前练习的这么一个介绍啊。那么这次也是我第一次去做这个课前的这个录屏啊。然后在课程这个前2周的这个课前练习，我们主要的目的呢，其实就是让大家在开课前，我们对笔刷和软件的这么一个熟练度，然后不管说是你的这个美术相关的背景是如何，我希望大家呢在这门课能够带着一个初心，去好好的去领悟这个美术的这个本质，然后去提升、去感受和享受整个这个过程啊。那么这个课前练习呢期间，也就是说在我们进行这个系统构建之前的这么一个热身和进入一个开始准备打怪升级技能的这个状态了啊，也是说我们更好的可以为课程中我们每一周之后的这个高密度的这个内容和练习的这么一个热你的手热热你的小手啊。好，那么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尽量的去看完这个视频呢，然后尽量的去完成我们的这个课前的这个练习，好不好？好，首先这个笔刷说一下笔刷，就是我们有时候笔刷太多，但是呢却不知道怎么去用，是不是？其实有时候不是因为笔刷，而是说我们确实是不知道怎么去画，怎么去用。那么首先我们现在先从理解这个笔刷的分类，那么我们这个也是主要的一个这个内容啊，就是第一部分中我们会主要讲解我们最新的这一套笔刷，会有画笔的笔刷的讲解，然后还会说一下我们这个笔刷里面混合气笔刷和涂抹笔刷工具啊。然后第二部分呢，我们会说一下这个边缘质量的控制，以及会有几个案例的一个讲解。第3部分就是整个操作的界面包括图层的管理图层的属性的这么一个大概的讲解。然后第4部分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课前练习的内容的一个介绍好不好？好，然后就是在这个之前呢，我还是想让大家知道就是其实是没有这个万能的神奇的笔刷的只有万能的你去运用笔刷对吧？所以说一切的这个领悟需要我们去通过这个动手和实践去尝试去思考。那么从现在开始我们就开始去进入这个状态了好不好？好，我们就直接进入我们的这个第一部分课程中即将使用的这个笔刷的介绍这个笔刷呢我会放在课件里面，这个时候你也可以去下载如果当你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应该就是已经是可以下载这一套笔刷了在这套笔刷呢，其实是在我多年使用的一套笔刷，然后保留了我最喜欢的一套精华的这个笔刷之上我还增加了很多内容，并且呢我把它这个分类在文件夹里了大家可以看到比较清楚。首先呢我们要了解在软件中，我们软件中的这些笔刷，其实就是在模仿我们现实中的一些画笔的效果是不是？随着这个科技的发展，我们传统的一些画笔的效果，其实在软件中呈现的和表达的越来越好了。那么在传统的这个绘画的油画笔刷中，也分各种类型的这种笔刷，是不是？还有软笔刷，然后硬笔刷，也有不同类型的，比如说方头笔，然后扇形笔、圆头笔，对不对？然后有比较适合刻画细节的这个笔刷，也有比较适合去铺大形，然后去做这个大体块、大块面的这种笔刷分类。那么我们在理解我们这一套笔刷的时候，也要带着这个对传统绘画笔刷的这个概念、这个感觉去理解它，然后去运用它。那么你们可以看到，我现在已经把这个笔刷分类在文件夹，然后文件夹有起了这个文件名看一下。首先是这个软笔刷的这个软笔刷组。软笔刷组里面就有一些，比如说喷枪这样的一个喷枪，给大家就是逐一试一下。你们在去用的时候呢，也自己去尝试一下把每一个笔刷都去试一下。我们看一下这个软笔刷组软笔刷组，这就是最基本的这个喷枪，没有任何质感的，然后这个带着透明感的这种喷枪，特别软的这种喷枪效果，是不是？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一个带一点点噪点、带一些噪点的这么一个喷枪基本上看不出来，但是还是就是一个带着一丢丢噪点的这个喷枪。然后第3个这个也是一个非常软的笔刷，它中间是，等一下不对，等
等一下，我这个笔刷换一下啊，换成正常的笔刷，刚才是变成了这个混合气笔刷啊，所以它的这个效果出不来啊。你看一下，第一个是喷枪，是不是？然后第二个是带着一丢丢噪点，你就放得很大，你可以看到这里面啊，我做了一丢丢噪点的这个效果，是不是？但它总体还是一个非常透明度非常高、非常软、非常水润的、非常轻薄的这么一个笔刷。然后第三个这一个呢，就是一个带着这种树枝状的。带着这种交叉线状的这种笔刷，它也是属于一个比较轻薄的软笔刷啦，对不对？然后但是它里面会带着这种小纹理啦，开始带一些小质感啦。然后第四个这个也是也是带着这种小碎块的这种小质感笔刷，它整体的它其实整个属性是一样的，是不是？然后这个烟雾的笔刷啊，我也把它放在了这个软笔刷这一类里面。然后这个后面呢，我也增加了一些，比如说比较适合皮肤的柔软的皮肤质感的一些笔刷，比如说像这个呢，它是带着一点点纹理，但是它也是属于一个比较轻薄，带着这种小噪点的这种感觉的笔刷啊，特别有意思。然后这个也是我们换一个稍微深一点的，你可以看清楚一点，是不是？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它虽然不是像喷枪的这种圆形笔刷了，但是它也是整体呈现出来的是这种软的轻薄的，边缘呢不是特别硬的这种类型，我都把它放在这个里面了啊。然后这个也是带着这种点点的小点点的这种笔刷，有时候在塑造皮肤的一些毛孔啊质感的时候，这个笔刷也是可以用到一些的。那么这里三个123 Skin 123呢，就是我有一直保留住的这个三个笔刷，你在画这个皮肤的时候啊。在塑造皮肤的一些细节的时候啊，特别是我们的主题是人像，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在塑造皮肤质感的时候，像这样的一种皮肤质感的笔刷，这三个笔刷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那么第一个笔刷就是比较细一点，第二个呢，它是带着稍微更粗一点的这个皮肤的这个质感的和纹理啊。第三个就是皮肤3这个笔刷，它就是带着更粗的、更粗犷的这一个皮肤的质感。那么这个塑造皮肤还是比较好用的啊。你这里也加了一个带着这样的质感，它是稍稍的有一点硬了，但是它因为整体的这个质感，它比较分开，中间距离比较大，是不是？所以我也把它放在了这个属于软笔刷这一类啊，属于比较薄的这个笔刷这一类，那么也离着这个皮肤笔刷比较近啊。我们到时候在塑造人像的时候，你在做练习的时候可以考虑整个这一块啊，在去做一些软边缘的时候可以运用一下啊。这一套笔刷，这个就是从非常水润的这个喷枪，一直到最后这个带着一些质感的这个软笔刷。好，那么我们再来看第二组笔刷啊，我把它分在了这个硬笔刷这一类里面。再这样子，这个硬笔刷呢，大家自己也去尝试一下啊。首先这一个是非常硬的啊，就是边缘也非常硬。这个是完全没有压感的这么一个硬笔刷，有时候其实我们在做形状、在画形状的时候，是会需要用到这个完全没有压感的这种笔刷去处理一些东西的。然后或者说是你再去找感觉、找灵感的时候，它其实是可以帮助我们抓到一些比较干脆的一些形状啊，会用到。然后这个第二个就是也是一样没有压感，但是它是一个这种带着这个带一点点这种它是一个扁笔刷，扁平的笔刷，它是有一个横向的时候，你就可以画出细些的线条，它是带着一点这种感觉的啊。但它整体边缘非常硬，也是可以去做一些速写的线条这样子。然后第三个这一个也是一样的，没有压感，是一个三角形的这种感觉的笔刷，三角形的感觉笔刷，可以做一些形状的感觉的去找一找这个感觉啊。然后第四个这个也是比较有意思的，它是一个1像素的一个完全没有压感的笔刷啊。可能有些时候，这时候我们用这一组笔刷可能用的没有那么多，但是在一些情况下，我们在之后的这个尝试中，它可能也是会在关键的一些地方是会需要用到的。然后这一个呢，就是也是没有太大的压感，但是它是带着一些质感的。哎，看一下。它没有太大的压感啊，但是它是带着这个一点点这个质感，但是它的质感是在中间，它的边缘，如果说你去用呢，它的边缘整个这个边缘的质量还是很硬的，对吧？还是很硬的，它就是带着一些这种小质感了，小质感。然后这一个呢，它也是属于一个硬笔刷，你们可以发现这个它里面带着一些颜色的动态了，非常厚，这个属于一个非常厚的一个
油画类的笔刷，我之前有一些图，其实也是有用这一支笔刷，它的叠加，它的这个覆盖力非常非常大啊，覆盖力非常大。就是这种笔刷呢，可能就是说能够画出那种油画非常厚的这种质感的笔刷。这个我也放在了这个非常厚重，然后比较硬的这个笔刷的这一个组里面。然后包括这一个也是啊，这个也是，它带着一些些的这个色彩的这个自然的比较一丢丢这个色彩的动态。然后这个也是属于比较厚的这种比较厚重的这种油画的感觉的这个笔刷啊。好，那么下面这一组呢，我也有单独的把它分出来是放在了一个透明笔刷的这个组里面。这个透明笔刷呢，就很巧妙啦，它有一些过渡和透明的效果。那它有一些，比如说它不像上面的这个厚笔刷了，这个硬笔刷，你的两笔叠加的时候，它会产生另外一个调子，对不对？你在叠加的时候，它中间这个透明笔刷就是说像水彩一样，你的笔你能够看到你的笔触的感觉，它在中间叠得越厚的地方，它其实就是越深越厚，是不是？它带着一些透明度的感觉啊，这个就是颜料比较薄的这个感觉，包括这个也是啊，还可以自己去尝试一下。你看它的颜料非常轻薄，在你去做一些塑造的时候，它会有一些叠加的效果，它也会留下你的笔触的感觉啊，这种笔触的感觉。那么这个前面这两支，它可能它的这个周围的边上的这个边缘就会比较硬一些。然后这一个呢就是一个圆形的笔刷，上面的这个一个是三角形，一个是扁平的，然后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圆形的，也是我们的这个传说中的19号透明笔刷，对不对啊？19号笔刷。这样子的，它中间会有些叠加啊，这种透明的这种带着一些水彩质感的这种笔刷，我们在做的时候呢，在做课前练习的时候，大家可以去尝试，一定要就是怎么说？再重复一下，我们在做课前练习的时候，主要就是去熟练和尝试笔刷，是不是？熟练和尝试我们发的这套笔刷啊。好，那么接下来这两个也是比较巧妙的。那么首先是这一个我自己个人也是非常喜欢的一支笔，它是透明的笔，它带着一些透明度，但是它的一边实一边虚的这个属性，看到没有？就是它是一边实一边虚，这边可以去刻画去掐一些边缘，但是呢，它这边呢又是一个非常自然的，像是一个喷枪的一个过渡，这样的一个边缘的一个属性的一个笔刷。那么这个也是有点类似啊，但是它就是我会把它放在这里了，因为这两个稍稍的有点类似，但是它就更硬一些，继续尝试一下。好，那么接下来的这一组就是我把它们放在了这个就是绘画笔刷。那么其实这一组笔刷，包括后面的到这里，都是属于我们在绘画的过程中的一个比较基础的，在刻画过程中就是比较常用的笔刷了啊。我们从这个上面这一套开始啊，比较常用的一个笔刷。那么这一个其实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笔刷，出镜率非常高啊。这个和上面这一个它其实是有点类似，只不过呢它是带着质感了，就是很不错。就是我们在塑造的时候很怕去把画面就是磨画平，然后很喷枪的那种很油腻的那种感觉，对不对？但是这支它就是边缘带着这个刻画边缘的这种掐边缘的这个能力的同时，它就带着一些质感以及这个渐变啊。这支笔非常好用啊，大家可以去试一试。然后同时它其实画线条也挺好用的，就是比较自然啊。然后这个246呢也是非常自然的这个一个笔啊，带着像是油画质感的这种小纹理啊，大家去试一下。包括这里的这个方头笔也是我一直特别喜欢的。方头笔呢，它是怎么说？也是很万能的一支笔了。它带着一些透明度，然后在你去叠加一些色彩的时候，这个方头笔呢，它就带着那种自带那种混合颜色的那种属性的感觉。就是在去处理一些比较细腻的颜色的时候呢，那么带透明度的笔刷，它就是会比较好的这个处理到。然后这个就是也是一个上面的这一组就是偏方头笔的感觉啊，偏方边缘的这个感觉。这个就是带着带一点软的这种方头笔。然后呢，这个呢就是带着一些这个质感的这种像是树枝质感的这个方头笔。然后这个呢也是比较常用的一个刻画笔刷，它是带着这个啊，大家去试一下就知道了。就是你必然会找到你特别心仪的
一个笔刷，就可能每个人他心仪的笔刷不一样。那么有的同学他可能发现我就特别喜欢这几支笔，我觉得特别好用。那么你在这个课前练习的机会的时候，你就尽量的去尝试，哪些笔刷是你觉得比较喜欢、比较好用的啊？加上我们再去讲完了这个笔刷的分类之后，就比较了解了，然后去尝试一下。这2支其实是一样的啊，就是大小不同，就是这支就是大一点啊，就 dry ink 它大一点，然后在铺大色的时候，可能大笔刷你就是可以去直接铺一个大的底色或者怎么样啊，对不对？再接下来我们就是带着大家走一遍这个笔刷啊。再接下来就是这个呢，也是在刻画的时候，就是比较基础的一些笔刷，它能够在你塑造形体的时候产生一些就是油画的感觉啊，包括这几支其实都挺像的啊。就是笔刷的，我们刚才也给大家看了，就是我们不同的笔刷的分类。那么这个它可能就是比较偏向于一个方头油画笔的感觉。那么像这一类，它就带一点这种扁的，就是你横向的时候，它也可以去做一些这种横向的这种小的细的线条的这种白笔的这种感觉，是不是？就是有带着一点，就是像这个像这种边缘啊，像这个边缘。那么像这些笔刷，它可能就是比较普通的从有些笔刷它比较适合刻画细节，那么有些笔刷比较适合铺大底，那么有些笔刷其实它是万能的，它既可以刻画细节，它又可以铺底色的这种感觉啊，铺大型大色块的这种感觉。像这些笔刷大家都挺好用的，包括这个它本身混合起来你去用的时候，配合你手上的这个压感啊，配合我们这个压感笔的这个压感，包括我们软件的这个感觉，你去尝试啊，去看，它叠加出来的这种笔刷笔触的这种感觉，每一支笔刷哪个是你比较喜欢的？这几个就比较像啊，我就把它放在一起了，都是偏向于就是带着油画质感的这种感觉，看到没有？这个就很像那种带一点点干的这种油画的笔刷的感觉，是不是？找到你自己喜欢的。那么这个呢，就是油画细节，它比较细一点啊。我们在刻画一些细节的时候，甚至一些小线条的时候，都可以去用。这个也是带稍稍轻薄一点的这个笔刷啊，都放在这个painting 这一个组里面，就是比较有一点像这种传统油画的那种油画质感的这种绘画质感的感觉啊，像这种看带着感觉，是不是有点像这种亚麻布的这个感觉，是不是？好，包括这个也是，越往后面呢，它可能越薄一点。这个其实这个你也可以把它放在我们这个这个叫透明的笔刷，或者说可以把它放在这个软笔刷里，对不对？但是我还是觉得就直接把它放在这一组里面好了。然后这个呢，就是带着这个底纹，就是像是油画布的这种亚麻布的这个底纹的这个感觉的笔刷了，对不对？就是更这一组就真的是去仿这个绘画质感的这么一组笔刷啊。好，然后接下来的这一组就是也是一样的啊，一个比较基础的这么一个绘画笔刷。那么我把它放在了一个drawing 这一组里面。那么为什么放在这个 drawing 这个里面呢？就是它里面包含了很多这种像是排线的笔刷，带着一个走向啊。比如说这个，你可以发现它带着这种像是我们的在画素描的时候，它这种素描的感觉，它带着这种方向感，是不是？它带着方向感。那么我们在刻画一些东西的时候，其实也是要去考虑我们的这个排线的方向啊，包括我们的这个结构怎么去塑造我们运笔的这个方向。那么这一组放在这个里面的原因，就是因为它们全部都是带有这种方向质感的，可以帮助我们去塑造笔触的这种感觉的。包括这个其实也算是这个带着方向的。那么虽然是放在这个素描笔刷里面，但是其实像这个笔刷，你要是去打底稿，去抓一些大的这个感觉，其实也未尝不可，是不是？包括这个呢，就是更细腻的一些，这个就比较适合画线条啊。就是比如说我们再去练这个小作业的这个速写的时候，你可以去用这个。那么你在看这个视频的时候，其实你也可以把这个你的 PS 打开啊，去尝试一下我这边在用到的，在讲解到的，你自己去手上去画一下。这个我觉得特别好用的。你在画线条的时候，再去练线条的时候，你就可以用这个啊。做小作业的时候，就可以去用这几支线条笔啊。包括这个也是带着这个走向的，是不是？它有一些干脆的啊，这个就是更多种。你看，我要是想要画一个交叉线，或者是想要塑造一个
细腻的地方的结构，甚至说我想画头发啊，画一些小细节的时候，这个都可以去用啊，带着一些这种质感。自己去试一下，包括这个就比较适合画头发了。我直接这个名字就给它起了这个头发，是不是？你在画头发的时候画，挑几束头发的时候去画的时候，你就挺自然的啊，就挺自然的。大家可以去尝试，之后还会具体的再去运用，再去讲。包括这个也挺好用的啊，很多是我新加进来的一些笔，它带着油画质感，然后带着线条感和走向感的，我都放在了这个 drawing 这个组里面。然后再往后啊，然后这个也是非常好用的这个笔刷，出场率比较高啊，你看它叠加起来会有这种比较漂亮的这种叠加的质感啊。包括这个你去用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自带的这种纹理呢，其实是能够帮你补充很多信息量啊，补足很多信息量。那么下面这几个呢，也是。就是我们在画面中有一些细节的地方，会需要一些，你去做一些线条质感的时候，这几个就是非常好用的了啊。这几个有时候你会发现在我的画里面会有一些像是这种素描的这种质感的，那么就是用这几个去画出来的。这两个区别就是一个带着一点点的这个色彩的动态，你会发现我在画的时候，它自然会带一丢丢的这种色彩的动态变化。这一个没有，这个有的，我都放进来了啊。这个就是带一点薄薄的啊，这个是比较轻薄的这个感觉，这个就是比较粗的，然后用的不多，但是呢也是比较有趣，有时候在有些地方可以去用一用啊，就是特别厚，然后呢也是就是像是一个排线啊，特别直截了当的一个排线笔刷，我也放进来了。包括这个就是稍微细一点的一个排线笔刷，看到没有？就是塑造一些绘画的这种像是素描的这种感觉，素描和这个绘画本身它是分不开的，是不是？就是铅笔的这种运用啊，排线的这个用细小的铅笔的这个感觉，它是和我们在涂抹绘画的这个里面它也是分不开的啊。好，那么接下来就是最后这一组呢，就是一个质感笔刷。质感笔刷相对来说用的也是比较少的，那么用的比较多的就是中间的这两组啊，特别是这一组。那么用的比较少的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最后这一组的，就是这个质感笔刷啊。质感笔刷，我们大家可以去来看一下。首先这个它就是非常厚的这么一个质感，是不是非常厚的这么一个质感？那么其实有时候我们在起稿的时候，你可以去用软笔刷去起稿。那么有时候其实也是可以，我们来反向思维去用一个这个厚的笔刷，去用质感的笔刷去思考、去起稿的，对不对？所以有时候我有一些画里面，其实我是直接去用这个质感笔刷，比如说这个去起稿，或者说后面的这几个啊，都是比较好用的啊，一个质感。那么在过程中，在画面的这个前中后期，那么质感笔刷其实都可以用到一些，比如说这个笔刷也是非常好用啊，非常红的这么一个笔刷，是不是很红？你可以在很多画师的画里面可以看到这种笔刷的质感，特别自然的这么油画的质感，包括这个也是啊。稍微厚重一点，稍微粗一点的这个和这个有点类似，但这个是稍稍的厚一点。这个就是带着这个扇形。你如果说缩小的话，它就是像是一个线条；那如果说你放大了的话，也可以当成一个比较块面的这个质感的这个笔刷去用。包括这个，大家一定要自己去尝试一下啊。带着你们去走一遍这个笔刷，一定要自己也要去感受一下啊，包括你看这个它是比较薄，其实它这个几个质感都是很类似、很相似的，只不过笔刷的这个设置，它会让这个它的厚薄程度有不同，是不是？那么这个呢，我们在加质感的时候，这个有时候也是会用到一点的，它带着一点随机性。它带着一点随机性，我们在用的时候呢，就是说，这种随机性在我们的画面里面，就是到时候你在画的时候呢，会需要一些取舍啊，你看这薄薄的这种小质感非常漂亮，包括这种质感啊，包括这种质感，它可能就是说你不会明显的看到去用这个东西，但是它会在有一些地方啊特别适用。这种像小交叉的这种质感，就我们不是所有的内容都需要去把它抠出来，但是呢，我们会去观察和运用到一些观察到一些质感的属性之后，然后我们再去找我的这个质感的属性是和我们的这个笔刷里面的一些质感的属性去吻合的一些笔刷去运用啊，包括这个也是有一些啊很多这个也是新加的，你看这个有些图，然后起稿的时候也是直接就用这个起稿。就大家可以
自由一点啊，可以自由一点，特别是在我们这个课前练习的时候，在还没有去给大家做一些比较具体的一些要求的时候啊，大家都可以去让它自由一点。好，这个呢，像车轮一样的这个，就是在有些地方啊，在很多画里面，你可以发现我有用到一些，这个。接下来这个就是说我们在画这个皮肤的时候，有时候会需要在有一些皮肤的地方会有一些更颗粒的更详细的一些小内容的质感，那么这个也是可以用的啊。我们在之后的课程当中，在一些案例当中，大家就可以去看到怎么去运用的啊。然后这个就是有点类似，但是它是会带着更闪烁、更细小的这个，一定要自己去试啊。然后这个也是杂点，带着一点小杂点。这边的笔刷真的是就是用的不多，但是属于一个画龙点睛的一个效果，包括这个小点点也是非常好用的啊，非常好用的一个增加一些小细节小点的一个笔刷。好，这个后面就有点很像了啊，这个都很像了，包括这边皮肤的这个毛孔笔刷，包括皮肤的这个雀斑小雀斑的笔刷，虽然用的不多，但是有时候你会发现在有些图有这个笔刷，还真的就是挺方便的啊。然后这3个小雀斑的笔刷我们画人像嘛，所以说整个这一套笔刷，我个人认为是非常非常适合画写实的人像的啊。好，大家自己去尝试，包括这2个用的也不多，像这个头发丝的笔刷就是发丝笔刷用的也不是特别多，但是我还是保留在里面了啊。去尝试一下。好，那么讲了这么多啊，从头到尾。那么，这说一下啊，它其实并不是说你一幅画里面，就是我从头到尾这么多笔刷，我全部都要用到。就可能说我有时候笔刷太多，你反而会觉得，哎呀，这么多笔刷，然后我用的特别乱啊。就是说，主要是想让大家知道，整个你对笔刷的分类了解之后呢，那么你在一幅画里面其实不用去用到非常多。那么比如说你一种笔刷，你可以选个这个2、3支去用一用，就好了。就是一幅画里面去尝试这样的一个，根据不同的画面的需求，根据不同的光影、不同的质感去去寻找你需要的这个笔刷，从这个大的分类里面再去寻找，并不是说你一定要去我从头到尾这个每一个笔刷都要去用。它有一些笔刷它是非常相似的，对不对？那么适用于不同的这个画面。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你会找到自己比较偏向于喜欢的。那么我建议就是说，你把自己画的比较顺手的笔刷，你要记下来，你要知道啊，我下一次再去找，我画一块这个地方，哇，我觉得这个笔刷现在觉得特别好用，那你一定要记住，好，我这个笔刷，那我要记住我特别好用，那我下次再用到这一个塑造这一类的东西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可以去用到这个笔刷，那这样你会越来越熟练你的笔刷，对不对？所以说就是说，保持在10支以内吧，10支左右，这个你比较喜欢的，比如说软笔刷、硬笔刷，然后一幅画里面其实真的用不到那么多的笔刷啊。去尝试。好，我们整个过了一遍这个画笔笔刷啊，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有2个工具，就是一个是混合漆笔刷工具，第2个就是涂抹笔刷工具。那么不管是普通的这个画笔笔刷工具，还是混合漆笔刷工具，包括涂抹笔刷工具，其实它的这个最后得出来的这个效果目的也是一样的，是不是？那么我在这个笔刷组里面，在这个最上面的这个2组，其实是有放入了我自己个人比较喜欢的混合漆笔刷，这几个是混合漆笔刷，然后上面的这一组是涂抹笔刷，大家一定要自己去尝试一下，你就知道我在说什么了啊，是不是？好，我先大概的和你们说一下这个混合漆笔刷吧啊，虽然我们在课程中还会有比较详细的这个案例的去讲解啊，混合漆笔刷的效果呢，就是说其实是你是在画的过程中去创造和选择去自己去制作一个，在你的这个质感的这个基础上，我现在去选的这个点，包括你看到这里没有，看到这一个位置，比如说来看一下，比如说我这里先去画一个大概的几个色块，那么这个就是一个也是比较红的一个246混合漆笔刷啊，你可以看到现在很多的这个画面里面它是会有这种质感的，它能够自然的带出很多这个混合，包括颜色上的混合以及质感的这个混合。好，比如说我现在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色块，是不是？那么我在比如说如果说我把这个画笔放这么大的时候，我再去选的时候，我就是选的整个这一块，然后我就是说现场制作了一个笔刷，
是不是？这个就是我现在的一个笔刷。然后我的这个笔刷和我的画面上的颜色再去混合，然后它就会产生一个新的一个感觉，包括这样，看到没有？如果我的这个画笔缩小了，然后再去选，它就会是这一块，整个这一块，然后它就会这样的一个混合的一个状态啊，混合的这个状态，它会带着这种像是模仿画笔的这种颜色的混合和油画的这种感觉。那么在我最新的有一张画里面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那个教程？其实我比较倾向于去用混合漆笔刷，在一开始起稿的时候去抓一些大的感觉。那么为什么呢？就是说，在我们整个的这个课程后期，我们大家就会知道，在塑造的时候，我个人是习惯去用画笔笔刷更准确的去混合一些颜色，因为混合漆笔刷它本身带着一个灵活度啊，就是也是带着一个随机性。这个就是说我们在尝试的过程中，看你自己去自己的个人的绘画习惯吧啊，自己个人的绘画习惯，我个人是觉得这个混合漆笔刷非常棒的，能够把这个整个的这个一些比较自然的一些颜色，还有这个大笔触，比较适合做前期的这么一个铺陈啊，铺陈。就是说这张图，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那个教程啊？这张图其实在一开始我是用了很多混合漆笔刷的，包括这里都是混合漆笔刷去做的。然后除了这个246混合漆呢，还有一些不同的这个笔刷质感的，比如说这个。它比较细一点啊，但是这个比较适合做细节的这个小细节，非常油画的感觉。然后这个也是带着质感，粗糙的质感，有点像那种很润的那种涂抹，水润的涂抹。然后这个也是啊，其实这个画笔笔刷也可以达到一样的效果啊。好，这里就是我们的涂抹啦，涂抹也是一样啊，涂抹也是一样，其实就是在对我们的整个的边缘的一个控制啊。比如说这个涂抹，给大家去过一遍吧，我们课程中就不去再去过这个东西了。我们在课程中直接再去用的时候，你就知道，我这些笔刷的分类了，好不好？好，涂抹这一个涂抹，我个人觉得其实是非常好用的啊，但是它用到的机会也是说，要看情况，因为它是非常润，非常非常润，包括你看。其实我这样一涂，能够把所有的质感都全部给它抹掉了。但是在有一些地方呢，我们在做一个过渡边缘的时候，或者说就是需要非常水润的这么一个过渡的时候，你看它其实是能做出非常非常自然的这么一个非常水彩的非常自然的这么一个涂抹的感觉，非常润，能够把所有的质感都涂掉了啊，就是有点像那种喷枪的感觉，但是它是涂抹把这个你的底色涂抹了。然后这个也是挺好用的啊，这个就是你看有一个这种质感的涂抹啊，它其实就是把你画面上本身的这个颜色混合，是不是？画面本身颜色这个混合，包括这个也是，比较自然的去混合起来，把一些你不需要的这个边缘啊，比如说这个结构过渡的这个结构给它抹出来，这个也是比较好用，包括这个也是，这里你看，这个就是是不是带着一些我们刚才说的像是这个走向的这种感觉。那我们在有处理一些边缘的时候，如果有些边缘比较硬啊，那么我可以用这个涂抹工具，把带着这个走向把它一刷过来，其实就是像用一个比较干燥的、比较干净的一个笔刷，去在你比较湿润的一个还没有干透的这么一个油画的状态下去给它涂抹一下这个感觉啊，这个也是一样啊。这个比较基础的东西呢，就是之后呢，就真的不会和大家去过度的重复了啊。然后在实践中你就会越来越感受到这个，包括这个涂抹，看它和前面的这个几个有什么不一样呢？就说它就是比较厚，它属于比较厚。就我们在掐一些比较需要去掐边缘的地方，其实你用这个涂抹就能涂抹出一个比较实的边缘了，是不是？这个是不是？包括这个也是属于一个线条感的这样一个比较厚的。一个涂抹工具，这个不动了啊。好，这个也是，那带着线条，下面的这几个就是比较厚的啊，很油画的这个感觉，对不对？很厚重的这个感觉，然后把画布上的这些颜色，它很自然的能够混合在一起啊，混合在一起。涂抹工具呢，在我们做一些阶段性的调整的时候，也是会经常用到的啊。我们在后面也是会和大家具体的去说啊，这个也是厚涂抹，厚的涂抹。所以说，就是说我们在做课前练习的时候，不管是画笔笔刷也好啊，混合漆笔刷也好，还是呢这个涂抹笔刷也好，都要去尝试使用啊，尝试使用。哪怕说我现在还不是特别的清晰，这个逻辑还没有特别的清晰，那么也一定要去尝试啊。好的。这个我们的第一个部分就讲完了啊，就是
画笔笔刷、混合级笔刷工具以及涂抹笔刷工具的介绍，主要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一套笔刷的介绍，包括其实是笔刷分类也给大家去讲解了，是不是？那么我们自己在做一些笔刷的分类的时候，其实你也可以根据这个思路啊去分类你的笔刷。那么如果说你有一些你现在目前自己觉得特别好用的笔刷，那你也可以去想，我把它分类在哪一类的笔刷里面呢？对不对？那么去有自己的这么一个笔刷的分组啊，慢慢的培养这个笔刷分组的这个习惯。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二部分，就是边缘质量啊，以及我们去讲解几个简单的案例吧啊。边缘质量是什么呢？我们去说这个边缘的质量和控制，其实是就是结合我们刚才去说的这个笔刷的这个分类了，对不对？那么我们笔刷分类有软笔刷、硬笔刷，那么我们边缘当然也有这个硬的边缘、软的边缘等等啊。那么我们在课程的第2周在讲空间的时候，我们会给大家再去继续来研究和深入这个话题。那么边缘呢，也是要去结合对形体的这个理解啊，去怎么去塑造整个画面的这个边缘，就是结合整个的这个多方面的知识点去理解。那么我们这里就简单的给大家去介绍一下这个边缘的分类啊。首先我们来看一个这个图板啊。简单的来说是可以分成这个4大类啊，这个4大类边缘。就是说大家在学的时候呢，千万不要就是说我们死记硬背啊。4大类呢，就是帮助我们去理解。比如说我现在在没有思路的时候，我再去临摹，在做这个课前练习的时候，你可以大概的去思考一下这个边缘的质量。其实这个知识点呢，是需要非常全面的去理解，但是呢，我在这里想要和大家去提前的去说一下啊，就是帮助你们在之前在做这个课前的时候，更好的去怎么去运用笔刷，是不是？而不是说就是没有头绪。那么我了解完笔刷的分类之后，我怎么去用呢？那么这四个边缘来帮助我们去理解。好，怎么去理解啊？首先硬边缘是哪里啊？我们用这个 Charlesburg 的这个图例来去理解的话，硬边缘你们看到在这里，在这个地方，比如说这个位置，在这个边缘的位置，就是主体人物和背景空间它的这个位置，这个外轮廓是整个画面中最硬的这个地方，这个边缘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一个硬边缘，对不对？那我们在塑造这边的边缘的时候，其实你就可以去用一些硬的笔刷去掐它，对不对？把它掐出来啊，不能说我们在做硬边缘的时候还画的特别软，那你就丢失了形。包括这样子，其实这个边缘我们也可以去理解为，我就是一个非常硬的这么一个边缘的感觉，是不是？硬的一个边缘在哪里？去感受你画面中的这个边缘的分类，边缘的质量啊。包括你看这个，比如说我手这里和这个后面深色的这个背景，像这个整个的这个边缘，它其实是对比度非常强烈的，对不对？也是说这个物体和空间之间的这个虚无的空间和这个实在的这个物体之间的这么一个边缘，它是非常硬的啊，非常实在的这么一个边缘的位置，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硬的边缘。那么我们再看人像的话，那你去分析这个人像里面我哪些地方是可以去把它分类成硬的边缘的呢？去问自己，对不对？那比如说这个脸庞，人物的脸的这个外轮廓的这个位置，它其实就是很硬。那么包括其实这个对比度非常强烈的这个羽毛和后面的这个空间的这个位置，其实也是硬的边缘的位置了，对不对？虽然它还有一个就是前后空间的一个包括结构的这个透视的这个内容啊，那么我们从边缘的这个角度上，其实已经能够找出整个画面最硬的这个边缘的位置了，是不是？就是很实在很硬的这个边缘啦，它属于一个硬的边缘。好，那么第二个这个软边缘，其实可以把它理解成这个内边缘，就是结构边缘吧。比如说它这个鼻梁这边的这个结构线，它也是很硬啊，虽然说是软边缘，但是呢，它是属于我们整个这个结构的这个边缘，它是带着一些结构的感觉的，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我们第2类的边缘啊。这个名字不是特别重要，但是呢，你要再去塑造的时候，你要去感觉到，我这里是这种结构边缘的感觉，是不是？可不可以感觉到这种结构边缘的这种感觉？它也是属于如果说把这个边缘分类分成从硬到软的话，那么它可以属于我们整个画面中的第二阶的一个硬度的一个边缘。是不是？它是比这个硬边缘稍微更软一点，带着结构的感觉啊，带着结构的感觉。好，那么包括我们在看这个雕塑的时候啊，因为我们这个大作业难度1是让大家先画一个雕塑的这个
头像是吧？那么像这些边缘，我们就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一个虽然它的名字是软边缘啦，但是我觉得它的这个硬度还是比较硬的啊，就是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结构边缘的这一个类啊，这个类，看到这个没有？这一类这一个类别的这个边缘。好，在第3个呢，就是一个叫blended 边缘啊。blended 边缘怎么说呢？我想一下啊，就是它是会有一定的过渡，它是比这个硬边缘更软了。比如说，像这里是不是？它是在暗部的这里，它比如说有些投影，它有一些过渡，有一些渐变的地方，然后它也是有一个很明确的形状的，但是它不可能像是这一个边缘和外轮廓的这个边缘这么硬啊，它是属于我们第3阶的这么一个软硬度的一个边缘啊。我们只要把它记住，那么画面中的有4大边缘质量，从最硬到最软啊，从最硬到最软。那么这种边缘它可能是属于第3阶的这么一个边缘的质量，是不是？好，第4阶就是最软的，比如说就是消失边缘啊，消失的边缘，比如说像这个亮部它也是带着一些结构的，对吧？但是它是一个慢慢的，像是我们小喷枪融进去的这个结构的感觉。它首先它的调子非常亮啊，它的调子非常亮，和暗部比，它的调子一定是在一个亮部区间里的调子。那么它在消失到光里的时候，它就非常融合啊，非常有点像这种我们再去思考的时候，就可以说，我在塑造这个亮部啊，或者是中间调子的时候，它的这个内容你就可以去用到我们的这个软笔刷去用，对不对？那么我们在做这个第3阶边缘的时候呢，其实就是也可以用到这个软笔刷。那么同时软笔刷过渡，那么同时也可以考虑用到一些绘画的笔刷，对不对？那么在做结构边缘的时候呢，其实就可以用到这个结构的笔刷啊，然后再用到这个做到这个硬边缘的时候啊，就是最硬的这个边缘的时候，就可以用到一些比较硬的笔刷。那么这样子去分析你的画面中的边缘的质量，去控制画面中的整个的边缘的质量和对比，然后去选择你的笔刷。就是有时候我们去思考的时候会是这样，就是我用一个笔刷，我会从有些同学啊，他是会说，我去下载了一套笔刷，然后我去用这个笔刷，然后去塑造一些画面。但是我们要去逆向的去思考啊，你要去知道，先分析出你画面中边缘的质量之后，我要了解我画面中整个的这个边缘，比如说我的这个明暗交界线首部进去，它是不是属于一个第2位、第2和第3阶的这个边缘的质量，它是有一些过渡的。好，那我就知道我该去怎么去塑造。那么虚实的这个结合，那么画面中它的这样子去推断的话，你再去选择你去要的笔刷，那这样的话，你整个的绘画的主动性就会非常高，非常大。所以呢，这个也是说我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不是单纯的去讲这个笔刷啊，而是说会带入一些这个知识点，让大家我们在做这个课前练习的时候，去带入这个对边缘的理解啊。首先对边缘的理解去选择你想要用的这个笔刷，好不好？那么简单的去讲解一下吧。我们后面课程中还有很多的这个细节的知识点，去环环相扣的再和大家去继续的去深入去讲解啊。所以说我们要抓住这个课前练习的这个机会啦。我们这次呢也是就是第一次在课前和大家去说这个东西啊，大家可以去稍作参考。也是说一定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啊去塑造你的画面。所有的东西其实每一张图都是千变万化的，然后一定要去对比你画的不同的对象啊。就哪怕我提出来的这几个案例，它其实就是要你先去分析你的整个画面啊，然后去怎么去控制你的对比，控制你的这个边缘的质量。那么具体的我们这课程中啊，再去详细的通过知识点的辅助，包括我们课程中的一个作业的练习，继续的去理解和消化了啊，好不好？好的，那么我们包括我这里再用一个我最新的一张图吧，最近的一张图的这个去讲解这个边缘，所谓的这个边缘的质量。比如说我们对应的我们刚才讲的几种边缘的质量，从硬到软，我们就不用这个名称了啊，我们就用1、2、3、4这个位阶，1就是最硬的这个硬边缘，那么4就是这个消失边缘最软，那么这2个就是属于介于中间的这个边缘。那么你们可以再去分析画面的时候，是不是可以看到有一些地方我就掐得非常实，对不对？比如说这个人物的衣服的地方和脖子的地方，包括他的这个身体和背景的这个地方，包括这个花啊，这个花和这个头发的这个地方，其实它都是属于我们的这个第一个位阶的这个边缘的质量，是不是？其实包括这里啊，没有看到有些地方你画面中一定要有非常干脆的地方啊，非常干脆的地方，就是怎么说呢？就是
可能我们画面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啊，各种各样的问题，就是在慢慢的我们在控制边缘的时候，能够去分析出这些边缘的使用，是不是？然后呢，我们再来看软边缘，比如说我的这个整个光照到脖子的这个地方，它里面有结构，它里面有很多很细的过渡，这个就属于软边缘的，是不是？消失边缘，包括消失到背景里的这种感觉那都属于一个这种边缘的这种控制这种对空间的把握。边缘是和空间密不可分的密不可分，还有结构。然后包括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张课程中还有非常多其他的案例，包括这张它的光影又非常不一样了，和前面这张。那么像这种边缘，结构边缘，也可以把它理解成我们的第2、第3位阶的边缘，是不是？那么这里我就掐得非常实掐得非常实，用了非常干脆、非常实的这么一个去处理它。包括你可以看到我在这个里面用了一些什么样的笔刷，是吧？那么在熟练了之后，你会发现原来这个笔刷可以用在这里。那么在这个头发在很多内容的这个地方，我就用了一些质感的笔刷来去塑造那么有机会在课程中，我们也可以把这个过程分享给大家。包括这里，这里是不是有用到了很多我们这里提到过的皮肤的这个笔刷，是吧？皮肤它是非常柔软的不要把这个皮肤的这个柔软的感觉，就是我们要把这个皮肤它鼓点的位置以及它柔软的这种质感都表达好在这个柔软的部分，我们就可以用一些这里的笔刷去塑造它要把它画得鲜活。好，好的，我这里其实已经超出了我预计的这个课前的时间了我们就接着说来到目前为止，因为是一个录屏到目前为止呢，就是我们说了一下一个画笔的整个的分类讲解，以及这个比较重要的第2个就是边缘质量的控制然后接下来我们第3部分，我们大概说一下整个的这个操作界面和图层的管理、图层属性的这个运用当然我们再说一遍，我们在课程中当然是会有更详细的解释和补充好，整个界面呢，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就会保持这样的界面。那这个也是我自己在画的时候的一个正常的一个界面。那可能我在上课的时候会把这个历史记录留出来，可以看到我的一个绘画在做演示的一个历史记录。那么我自己画的时候，其实我就是把这个图层右边是我的图层那左边是我的画笔工具，包括这个调色盘，是不是？就是保留的比较的干净整个画面保留的比较干净。你可以找到最适合你、最舒服、你自己觉得最舒服的这么一个你的界面的状态就是说这个界面的状态，我是觉得比较干净。就是我左手我可以去选择我的画笔，然后呢调色盘就在下面。那么如果说我想要去做更细致的调色的时候，其实我是会把这个整个调色盘给拉出来、拉大这样子。然后右边是我的图层，我看的也比较清晰就是比较干净。那么一定要找到你比较自己顺手的这么一个操作界面你不一定要按照我的这个界面来，就是说看你自己的习惯。但是好的习惯呢，一定是从一开始养成的，对不对？所以我把这个界面整个这个界面就像是怎么说？就像是这个顺手的界面呢，其实就像是我们在绘画之前的这个准备的工作和设置了。就是说，你想象你在画的时候，我是不是要去准备你的这个画布准备你的这个画布本身，然后去有一套干净的笔刷，然后呢刮刀，各种各样的一个媒介放好调色的媒介这样子，颜料挤好，对不对？你的调色盘就是相当于我们在传统绘画里的这整个一套工具所以说我们在你在画的时候，你一定要对你自己的工具非常非常的了解和顺手放在顺手的位置，你随手就可以拿到，而不是说我在画的时候，我再去思考别的东西的时候，然后工具非常的不顺手，我要去找一个笔刷找不到，我要去找一个颜色找不到，对不对？然后我要去找一个图层找不到，图层非常乱，所以说在就是开始之前一定要把这个习惯养好第2个就是这个图层的管理刚才有提到，就是说我们在画的时候，虽然说我们用到图层属性的这个地方不多就是说我们在画的时候其实是偏向于纯绘画性的这么一个东西。就我个人的习惯就是在画的时候，可能我会画会兴起一层，然后呢会整个合并在一层里面画，然后用图层属性调整的这个机会不是那么多，但是有时候呢，在做阶段性的调整的时候呢，也会用到一些图层的属性我们在课程里面后面也会跟大家具体的去介绍。那么这个时候你再去我建议大家就是说，你可以比如说我第一阶段我的底色，我个人的习惯就是说我的这个
第一阶段的铺陈啊，比如说我的第一个阶段完成了，我会把它整个的这个阶段的这个东西放在一个组里面，然后再继续去包括我会保留一些比较关键的图层位置啊，我会比较习惯，有时候因为会画面在进行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去再回头去看一下你之前的这个步骤啊，然后有时候会去想，我是不是在画面的过程中丢失了什么？我们之前一开始可能在深入的过程中可能会丢失掉一些东西，在一开始起稿的时候的那种放松感，或者是那我个人的习惯其实是会把它图层保留住了，我们具体的我们之后再去具体的说啊，然后包括图层的属性。图层的属性这里大概说一下吧，比如说啊，你在画的时候，我们在画课前练习的时候，你在画一些部分的时候，你可以用一些图层属性。最常用的图层属性，我个人觉得是这个，比如说叠加，柔光，包括这个变亮和变暗啊，变暗和变亮这几个。可能我个人用的会稍微的在调整一些非常细腻的部分的时候会用一用。那你这个时候你可以起一个图层，然后用这个图层属性，或者说你可以在选择这个画笔的时候，在这里啊，在这个画笔模式的这个位置，就是你看啊，它其实是一样的啊，这里有很多这个画笔的模式图层的模式，这个画笔它也是一样的，它也有变暗变深，就是说比如说我这里有这个颜色啊，这个东西呢就是说我们在尝试的时候你就会理解的更深了啊，其实没有什么特别难的地方，很简单啊，很简单，工具的东西永远是最简单的啊。比如说这里有个这个东西，好，我现在想要让这个变得叠加一些颜色上去，好，我这里其实第一个方法就是可以把这个画笔的这边改成叠加，然后我这个时候画上去，它其实就是一个叠加的状态，它不是一个覆盖的状态，它就是一个叠加的状态。比如说我这个蓝色叠加上去的一个状态，它没有说新建一个图层啊。那么这个效果其实是和你单独新建一个图层，然后把这个图层的属性，整个图层属性改成叠加，效果是一样的啊，效果是一样的。那你这里要把它改成普通的笔刷，好，那这个效果就是一样的啊。你在画的过程中，根据自己的个人的习惯去做就好了。这样子就是说，电子绘画呢，它有一些方便之处。那么我为什么要把这个图层管理和图层属性也拿出来说一下？一个是习惯的养成，一个是就是说我们在做的时候，在画的时候，它有时候确实不是硬画啊。比如说我现在已经就是塑造刻画的特别花了很长的时间去塑造和刻画了，然后呢我又不想破坏底下我塑造刻画的结构，但是呢我又想把这边的这个整体的颜色稍稍的调亮一些，那么其实这个时候在这个状态下你就可以去用图层属性了，对不对？那么根据这个状况，好，比如说我用一支软一点的笔刷，然后新建一个图层，把这个图层选成一个叠加或者说柔光模式，然后选一个稍亮的一个部分，我整个这个加上去，它就是在一个它会把你整个下面的这个部分都照亮的感觉。那么我们在做一些细腻的过渡的时候啊，就可以用到这样的图层的属性。那这样图层的属性可以去在阶段性调整的时候去做一下，也是比较好用的啊。所以大家可以在之前就用起来，尝试起来啊。好，那么这些里面讲的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基础的一些东西啊。我们在这个课程中呢，还是会有一些包括软件上的一些技法上的一些操作的东西的，包括一些更详尽的一些知识点。那么这个课前的这个预习的知识点的部分，那么就讲到这里啦，好不好？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这个课前练习的介绍和讲解了啊，内容介绍了。好的。整个的这个前面的这个知识点，我们讲了有1个小时啊。我原来计划是30分钟啊，30分钟。那么1个小时，希望大家能在这个视频里面呢也有一些收获啊，有一些收获。好，我把这个文件夹给拿出来，就是我们的课前的内容介绍啊。就大家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应该也有下载的那个图包了。我来找一下这个图包，给大家去大概的介绍一下。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课前练习的这个内容啊。这个课前练习的内容呢，给大家设置了4个练习啊，有2个小练习，2个大练习啊。2个小练习就是说，一个是线条的理解啊。这里的这个图包拿出来给大家去大概的讲一下吧。每一个练习都有这个图包去配合啊。比如说在这个第一个小练习里面，我给大家去放了很多，就是放了一些线稿的这种图
啊，线稿这个图，你可以去做一些临摹啊，放一些萨金特啊、伦勃朗啊、席勒啊，然后还有佐恩啊，他们的主要是这几个大师的这个线稿啊，你可以发现，在素描阶段啊，在速写阶段，在草稿阶段，其实他们就已经能够判断出不同的艺术家他对画面的理解、取舍、设计和风格了，是不是啊？你可以感觉到他对画面整个的取舍和设计，是不是线条这个东西，大家可以先去找一找感觉啊，去找找感觉。有时候最简单的东西它是最难的，看起来最简单的东西它其实是最难的这么一个感觉。你可以在线条里面已经能够看到光影和体积了，是不是？甚至个人风格啊，甚至个人风格，然后给大家选了一些不错的这个大师的这个速写啊，大家可以去做一些临摹。这个数量不限啊，这个小练习的数量不限，这个纯粹就是说你去找一找你的手头的这个感觉，那么在用笔刷的时候呢，就可以用一些我们画笔里面的一些线条的笔刷也是可以的。你感觉一下这是萨金特的一个线稿，你看一下他用线的这个虚实啊，包括对边缘结构的这个控制，是不是放松的这种感觉啊？不多不少的这个感觉一下，可以去临摹一下啊，可以去临摹一下，不做强制的这个要求啊，大家也就是一个审美的一个提升吧，算是。那么第二个小练习呢，就是说大家一定要去完成的啦，就是临摹1到2个 Charles Spark 的这个素描图。那么这个呢，也是和我们后面课程中的一些知识点相关的啊，相呼应的、相关联的。那么希望大家先做一个预习，就你可以去临摹 Charles Spark 的1张吧，至少临摹1张。包括一定要去结合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边缘质量，比如说，我在这个边缘，这就是比较硬的边缘，是不是？然后第2阶和第3阶的这个边缘结构边缘，然后消失边缘这种感觉非常细腻的过渡啊，对结构的控制，对边缘的这个起伏的控制啊，你可以找1张你比较喜欢的去临摹一下啊，这个也算是一个临摹的作业啊。你可以从它的这个线稿开始去临摹，然后上一个调子。你看这个啊，就比较细腻。我们在后面还会具体的再去说啊。这是我们的第2个小练习。第2个小练习就是临摹1张啊，临摹1张，至少临摹1张。我们有2周的时间我觉得应该是够的啊，应该是够的。临摹1张啊，临摹1张，至少1张这个 Charles Spark 的这个素描啊，可以带线稿啊。好。大练习呢，这里我给大家设置了2个难度吧。如果说你觉得我技术比较好，我时间比较充足，那你可以把2个难度都做一做。就是一个是黑白的素描，就是雕塑啊，画一个雕塑的头像。就哪怕你现在对结构并不是特别了解，或者说我现在还不知道怎么画，那么也可以去勇敢的去尝试一下啊。我这里给大家选了一些雕塑的这个图，那么这些雕塑的图，它的这个光源都是比较单纯的，比如说都是单光源的这么一个图，它可能我们在刚才在临摹的时候就比临摹的难度要稍微再高一点了。比如说你要自己去分析和感受到它的这个空间和结构了，自己去分析它的这个软硬边缘了，是不是？所以它的难度是越来越高啊。所以说你去选1张你觉得自己比较喜欢的这个雕塑，可以画1张黑白的这个素描稿啊，素描雕塑，感觉一下这些。那么这个里面其实我也有放了这个几何形体，放了3张几何形体。那么可能有些同学他基础不是就是绘画经验不是那么的足啊。那么如果说你对画人像特别还没有信心，我不理解这个结构，那么我建议你也是可以去画这个几何形体的啊。我强烈建议你啊，因为你看啊，这个几何形体里面它也有一模一样的这个边缘质量的控制。有时候我们去选择和自己当下的这个水平比较吻合的这个练习，其实更能让你去进步，对不对？比如说这里我就能分析出来，它是一个非常硬的边缘在这里，是不是？那我的投影它有一些过渡，第2、第3阶的这个边缘的这个软硬度的边缘，那么包括这里的这个圆柱形的这个边缘，它是带着一个消失感的这个边缘，是包括带着这里的反光，它其实能分析出非常多的东西啊。你也可以去选择画一个这个几何形体，不用课前练习呢，不用画太多啊。有些同学可能一下子，我觉得我想要用很多力，然后画很多，那我觉得你能够认真的画1张到2张就很可以了啊。好，这个就是难度1的这个大练习。那么难度2就是一个色彩人像啊，这里也给大家去选了一些图，也是相对于比较单光源，然后你能够看得比较清楚结构的。那么人像。色彩人像就是更难了，也就是说我们整个课程中的终极目标，我们在画一个色彩的人像的时候，
那么为什么让大家在课前练习的时候就做一张这个东西呢？那么这个时候其实也是就是说暴露你的目前当下的这个最主要的问题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啊，就是在我们之前也说了啊，就是在系统的进行我们的课程知识点之前，那么在这个之前，我就尝试去做一下这个人像的练习啊，也想看一下大家现在目前的这个状态啊，直接画色彩的感觉是什么样子。所以说，那么这2周呢，有时间的话，我感觉尽量的也画一张色彩的这个人像啊，色彩的人像。你们选的这个图呢，根据自己的这个感觉吧，就是如果说，我就是很喜欢这个模特，你就去画它啊，好不好？我就是很喜欢这个光影，你就去画它；我就是很喜欢它的长相，我就画它；我就是很喜欢它的颜色，我就去画它。就是一定要自己觉得，我很想画它啊，好好的画一张，看一下你们的这个目前当下的这个问题在哪里啊？包括不光是问题，也就是说我们能够看到不同同学的这个风格啊，就是能够感觉到，就是有时候我们到越往后面，就是我一看到画我就知道是谁的，知道是谁的图，是不是？就是从一开始啊，整个这个课程在课程开始就能够非常针对性的能够了解你们啊，针对性的，然后也是帮助，然后配合大家去磨练你的这个技能啊，提升你的技能。好，就选择了一些图，有一些图它的光源的颜色，它光的颜色整个的颜色非常饱和啊，就是你要现在去考虑一下光影啊，整个的这个色彩。我们当然后面还是会去通过我们整个3个月的时间来，好好的去一步一步的去慢慢的去解决问题。好了，那么我们这个课前的这个预习课呢，主要的内容就是这样啦。那么还有就是说其他的这个一个部分，就是我觉得还是比较重要的，我想让大家写下1到3个接下来这3个月的时间，对你自己在这个课程，以及就是说你自己接下来这3个月的时间，不管说你有很多时间，或者说你是只有一部分时间也好，那么接下来你自己这3个月的时间，对整个。对你自己的一个小目标啊，仔细的想一下，我有什么目标？比如说，我现在想要，我要，对不对？你就想一下，我想看一下你们现在在课前对自己的一个小目标，或者是大目标也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可以写下来。然后呢，再写下1到3个你现在认为你自己画面中最主要的这个问题和困惑大家可能遇到的问题和困惑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为什么要了解你们现在的目标和困惑呢？也就是说。还是一样的，就是说更好的了解各位同学们当前的水平，然后还有问题，也就是我们之后可以更好的去帮助你们在课程中去专注的解决问题。因为我们也是小班嘛，对不对？也这样子更好的去利用这个资源，然后我们去帮助大家去努力的去提升。然后在这个课前的练习中呢，大家一定要放松，然后展现出你们当前真实的水平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去画，然后不要害怕去暴露出你们当下的问题。包括我们之后的练习，每一周的练习也是，就是一定要去勇敢的去暴露出你当下的这个问题去享受这个绘画的这个过程好，那么我们就结束我们这个课前的内容了。然后我们之后的课程还有更多的这个具体的内容。那么这里呢，我就再次代表我们画室所有的这个成员，再次的热烈欢迎大家登上我们的这个宇宙飞船啦！我们这个正式起航啦！然后我们课程中见啦，就拜拜。